大家好，我是秋平。之前我们在重庆、四川长江流域可以看到很多石洞，那些被称之为是2000多年前的崖墓，有大有小。今天呢，我们来到甘肃景泰的一个农村，也可以看到很多石洞。它这里呢，可以称之是一个家族居住的，甚至说这些石洞啊，就是一个村落。很奇怪吧？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些石洞。一眼望去啊，在这座山面上，大小的洞窟啊，估计有上百个，而且看得出来是分为上、中、下3层，跟我们楼房一样的。其实这些山洞啊，我在很多地方看过。刚刚说的重庆、四川长江流域那些石洞呢，基本上是在石山里面开凿的，它不会出现上、中、下3层。这些石洞的名字叫做西番窑，这里呢也是中国传统古村落。说的通俗一点，后面这些石洞啊，就是一个村落。我们得来解释一下这几个字啊，窑一般可以称之为窑洞。那这个番呢是多音字，番还有潘，潘的话是地名，番的话是外族。在这里呢，其实都可以，因为这一块的石洞啊，不是我们当时的汉人开凿的。而是吐蕃开凿的。西的话肯定属于那个关中的西边嘛。在唐朝中期的时候，由于呢安史之乱爆发，导致唐王朝的实力急剧降低。那么当时他们控制河西走廊，甚至控制西域，已经力不从心了。大概是在公元763年，当时的吐蕃占领了河西，占领了这一块地方。那唐王朝呢就没有实力控制这边了。那吐蕃占领之后，就迁移了很多人过来，牧民啊，其他的人要生活要居住嘛。当时吐蕃的技术整体来讲的话，还是比不过唐王朝。于是呢，他们就在这个墙壁山上面开凿一些洞窟出来，以便居住。那么这个就是西番窑、西潘窑的来源。那么大家是觉得是念番还是念潘呢？我们这里如果作为地名的话，就念西潘窑。说到吐蕃，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，可能很多人对吐蕃的印象就是文成公主远嫁，还有天龙八部的那个吐蕃。那其实呢，在唐朝时期啊，吐蕃的实力也是非常强的。从唐朝建国开始到唐朝灭亡，吐蕃呢就经常跟唐王朝打。早期的话，可能实力打不过，因为有李世民，包括唐玄宗早期嘛，实力非常强大，将军也很厉害。但是呢，他时不时还挑衅。你像我们在河西走廊那个锁阳城那一块呢，还是属于唐玄宗时期，吐蕃还攻打过来，只不过是没有成功的。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？主要是由于当时吐蕃它国力也比较强，一呢是唐朝那个时期呀。天气变暖就跟现在一样，天气变暖呢，导致呢农作物呢生长环境更好。不光是我们中原呐、关中天气比较好，那么青藏高原当时天气也很好，自然而然的使得吐蕃的那个畜牧业更发达。那么兵强马壮一样的，他时不时呢想入主中原一样的，就想把我们好多东西弄过去。还有一点呢是文成公主远嫁。带去了唐王朝一系列的先进技术、先进种子等等啊，这样使得吐蕃的国力更强。后面呢，安史之乱爆发之后，唐王朝呢已经无力西顾，那么吐蕃呢就开始蚕食啊，就慢慢的把河西走廊西边这些土地啊，它控制起来了。特别是公元763年，它已经占领这一块了。可能有一个事情呢，很多人还不知道。吐蕃啊，还攻陷过长安，就是打到关中去了。这个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吧，但是确实有这个事情啊。当时吐蕃占领河西走廊之后，迁移了大批人员过来，可能也想长久占据此地。当时他们迁移到这边过来，要居住嘛。由于当时他们建造房屋的技术可能不是那么好，从而呢，只能在崖壁一些山上开凿洞穴出来。这个就跟我们在黄土高原看到的窑洞很类似，可能这里面呢也跟窑洞差不多。当然，这个洞穴也是经过多次开凿的。
整个崖壁长度大概是300多米，高度呢是20多米。这些石洞有大有小，总共按照考证是112个，洞内的面积呢达到3400多平方米，其中最大的洞内面积呢600多平方米。我们在外表看起来，这里只是一些石洞，其实里面呢是内有乾坤，像迷宫。在外面看起来呢，又像一幢幢3层的小楼。它这些窑洞呢是相互独立又相互连通，就是里面呢全部连接起来了，进可攻，退可守。其实说的简单一点，它就是一个防御型的。里面呢，据说还有暗藏机关，也有密室，有陷阱，通道曲折，互相连通，从左到右300多米呢，内部全是连通的。这个就跟一个地下城堡一样的，这个可以称之为山中城堡。估计呢，里面已经挖空了。冬暖夏凉，是极为难得的居所。遇到天灾人祸的特殊时期啊，人和牲畜呢，全部可以在里面容纳，生活1-2个月不成问题。现在呢，我们进去看一看这些洞窟里面到底是什么样子的。这些洞口倒不是太大呀。这个墙壁看得出来，应该是经过修缮的。原版的应该不是这个样子。现在去里面走一走，这里有2个出入口，不知道是为什么。我们进去里面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东西。进来之后，立马是一个10几平方米的山洞了，也可以称之为窑洞。这边好像都是经过修缮的。为什么会修缮呢？因为整个这个崖壁上的这些山洞、窑洞，差不多在1200多年的时间里面，一直有人居住。这里呢，上个世纪还有人居住啊。这里相当于也是一个小房间，挖开了一点，不知道是什么原因。我们是从这里进来的，这一块不知道是不是当年用来住人的。如果按照陕北那一块来讲的话，这里应该是有一个炕在这里。我们在黄土高原上看到很多。那旁边这里一个缺口，可能是存放东西的，一般在窑洞里面都有。这个洞呢，并不是黄土的，它是我们常说那种石灰岩一样的，带点那个粉末一样。这些石洞最开始是吐蕃人开凿的，后面由于时代的发展，吐蕃人重新退守高原之后，这些窑洞、山洞并没有废弃下来，而且是一直有人居住。可能每个朝代有不同姓氏的人在这里居住。到了清朝的时候，有一户张姓的人在这里居住，并且呢，最多的时候大概有100来户人家，几百口人在这个崖壁上居住。特别是清朝时期，这个张姓人家应该算是一个大地主，他呢主要人员居住在这个崖壁上面，旁边呢还弄了一些堡墙，把这里围起来了。因为是要防御土匪，特别是清朝同治时期，西北呢有一些事情。在1914年的时候，当地的一些乡绅重新呢对这个崖洞以及周边的这个堡墙进行了修缮，里面呢还设置了炮台，有专人值班。因为那个时候清朝灭亡了嘛，军阀混战，形势也不太好，他们为了安全呢，就把这个重新整理了一下，特别是这个墙壁上面的洞窟，1930年还在开凿，这也是开凿最晚的一个石窟。我在查资料的时候看到，说这个洞窟旁边现在住的人很多都是姓张，其中呢有一个张大哥说他的母亲曾经呢在这个洞窟里面居住过，那个时候里面呢还住着几百人，也就是说上个世纪呢这些洞窟里面可能都还住着几百个人，也就是说一个村落住在里面。我们现在继续去洞窟里面探索一下。这个地方如果是碰到环境比较恶劣的时候，下面呢应该是属于防御人员居住的，或者是说不是那么重要的人员居住的。
当时他们整个这个崖壁上面住的是一个村落，那肯定有族长、村长那一些嘛，核心的人住在上面，那一般的可能就住在这个下面1楼。还有一点呢，就是说女子、小孩住在上面，那个青壮年住在下面，可能是这样的。这里呢是可以走上去的，现在是经过修缮，那么其实以前呢也是可以上去，只不过没有这么好走。整个这个窑洞分3层，有些可能有竖井形式。哟，要小心，我刚才碰到了这一块的粉呢，太多了。我们是从这里上来的，这个台阶呢是现在修的，那么以前没有的话，上下还是很不方便的。一上来呢，就可以看到有好几个石洞，可能功能还不一样。我们先看看外面，这里呢算是我们现在说的窗户。能够看到外面的风景，不知道以前原版是不是这样的。我感觉呢，这个可能也是经过时代的变迁，慢慢的有这样的那个窗户出来。以前一开始有都没有这么大。继续往里面走，刚刚我们说了一个大窗户，那一般大窗户对应的是什么呢？阳台。我们现在这里可能走的就是对应我们现在的房屋的阳台，然后过去呢是一个房间。现在去这个卧室里面看一下，挺大的，大概有20多个平米吧。当时一定是有人在这里居住的。后面还有一个小洞穴，不知道是不是连通其他的，我们过去看看。不是，就是简单的一个可能用来存东西的。大家看看这个墙壁，跟我们在其他地方看到那些石洞有点不一样嘛。其他的很多地方呢是比较光滑，然后弄得比较平整。这里呢全部是弄的椭圆形，就是窑洞式的布局。这里面现在什么都没有了，挺可惜的。那我们现在出来了，往前走应该算是另外一个卧室了。这里还有个凹槽，那么当时是不是弄了一个门在这里啊？这一块，进来看看。窑洞的布局都是一样的，只不过这里比刚才高，然后窄一点。最有意思的是，这个墙壁上面有2块不一样的，这不知道是什么原因。我们看其他地方应该是打磨过的，然后这里没有。像不像2只脚啊？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。外面呢也是窗户了，中间是经过修缮的，可能是为了防止倒塌吧，把它弄上去了。当时可能是一个大的那个窗户，这里还弄了一些台阶。那么当时是不是有人从这里上去啊？还真的是。算了，我不敢走，因为这里太窄了，很滑，别摔下去就不好了。那么等于呢，这个上面跟这个2楼是通过这个小道路连接的。通过航拍看得更明显，估计3楼这个房间应该更大一点。像3楼这几个洞窟内部应该是连接起来的。从这边，从这个房间出去，又回到了阳台了。往那边走一走，看看有什么。有一个灶台。那么当时这里可能是厨房用来做饭的，这看得比较明显了。我仔细看了一下，这里应该不是厨房，以前呢也是一个炕，只不过倒塌了，看起来有点像一个厨房。墙壁上面呢也没有熏黑的痕迹，从而就是炕。旁边这个灶呢，应该是当时为了烧炕使用的。看了这个布局，我得出大概一个结论了。这个1楼和2楼应该当时算是一户人家，2楼呢是3个卧室，1楼呢应该是所谓的客厅，或者是接待的，有周边的邻居啊，就在1楼。那么同时呢，也是他们吃饭的地方。我猜想可能是这样的。我们现在相当于是站在阳台，然后这个是主卧室，整体的这个布局就是这样子的。设计还是非常巧妙啊！他知道在这里单独弄一个阳台出来，然后呢3个卧室出来，
刚好这里有点空间。现在我们往下走，按照我的猜想，以前应该是有个木梯子的。这里很容易磕到头啊。这一块呢，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那些洞窟。这边呢上不去，因为比较陡峭，我不敢爬。很有可能它整个里面呢全部是连通的，包括这样。这边洞窟非常多啊，我们就挑选几个来看一下。这边它的出入口啊都不算高，里面呢就别有洞天了，比较大一点。不知道是不是古人身高没有那么高啊？它整体而言的话，这些高度就1.7米多，不到1.8米。这里呢，以前应该是经常有人做饭，就在这一块是一个厨房，明显的看得出来是冤腥的痕迹。这个是日积月累弄出来的。这上面还有一些小石洞，应该是属于阁楼形式的。那么这一块难道是当时他们吃饭的地方吗？还是说前面睡觉，外面吃饭？如果我们看过上个世纪的窑洞的话，很多厨房呢就在外面，里面是住人的。这里有一个山洞，好像是有点不同，感觉是储存东西或者是陷阱一样。大家看到没有？它深度大概有1米呢，弄不好就是之前存放东西的，因为他们要长期在这里生活嘛，那物资是比较重要的，特别是冬天就要储存很多东西。我猜想可能是这样的。在这边现在弄了一个示意图，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呢是密密麻麻的窑洞，很多呢有台阶上去，你看弯上去的，并且呢这里写的有水池、通道、地下1层、走廊、平台、粮仓，还有呢商店。这完全就是一个村落的形态。刚才我们看的是那一块以及这一个窑洞，那往这边转一转，这里明显也是有好几层的，不知道这里面能不能直接通到上面呢？刚才那边是要走外面，不敢走，太危险了。我们去这边看一下，这里一个小的洞穴，大家猜是干嘛的？我们走到里面就知道了。像这个出入口啊都是非常小，是起到防御的作用。一进来感觉就非常的与众不同。这里看到一根柱子，这个是后面修的，可能是为了安全着想。后面一个房间，然后这里呢可以看到全部是熏黑了。那么这里100%以前就是厨房做饭的，可以看到上面熏的是非常黑，而且还挺厚的。那么在这里做饭应该是历史比较悠久，或者时间比较长。当时的厨房应该是在这一块。我们刚刚在外面看到的就是排烟通道。我们去这个2楼看一看。哎呦，出来，别有洞天。整个这一排窑洞也是经过时代的变迁，早期肯定没有这么多。这是客厅，两边呢属于卧室。我现在找一找，这个地方能不能上3楼？我们刚刚是从这里上来的嘛，1楼厨房，后面还有一个小房间。那这里呢，找一找。我们先去这些房间里面看看。这一块很黑呀，跟刚才我们在旁边那一家看的不一样，漆黑无比。哎呦，通道还真的在这里啊！大家看看啊。这里是不是一个陷阱一样的？这也是通道啊！现在我们是上不去，以前肯定是有楼梯的，这叫竖井。如果敌人来了，他在上面把这个通道一封，别人是上不去的。这也是为了防御的一种体现。终于找到了。这边洞窟总共大概是100多个，我们只是挑选了其中比较有代表性、比较大的来简单的看了一下。这里总共是3层。通行的方式有一些呢是在外面，那大部分上下连通的话都是内部的一个通道，有台阶形式，有竖井形式。从这样的画面来看的话，整个这一座山
基本上内部都被掏空了，设计都是非常巧妙的。以前的人们智慧还是很厉害，我们应该佩服他们。不过就是有一点可惜，这个山洞内部的陷阱我没有看到，只看到了竖井，可能是由于我们只参观了一部分的原因。刚才我们也说了，在上个世纪这个崖壁上面住了很多人，差不多一个村落100多户，好几百口人住在这个里面。那么为什么会搬走呢？这个很好理解了，一个是由于有一些洞窟呢有点塌方，另外一点呢是这个地方水电不方便，特别是水呀，根本是没法接进去，人们呢才陆续搬走。也可以说是由于时代的发展、经济的发展，人们生活水平整体提高，不可能一直住在这样的山洞里面，肯定会自己去盖房子、买房子，以便居住。那么这里呢，就慢慢的废弃了，变成我们如今看到的。当然，我们现在看到的样子，应该还是经过修缮的。那这个神秘的村庄，我们今天就看到这里了。非常感谢大家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